哇，买医药卡还要自己给钱呐！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好的，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啊，有些人讲哦，我买了医药卡哦，还是要自己出一点点钱的。如果我要看医生还是住院的话，到底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以前呢的医药卡呢都有这一种东西叫做 Core Insurance 或者是叫做 Core Payment， 但是呢最近呢这几年呢都流行一种叫做 Deductible 的这个词啊。那么到底 Deductible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 Deductible 这一个词啊是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的医药卡或者是医疗保障呢早已经是存在了的。到底 Deductible 是什么东西？打个比方呢，你买的医药卡是有 Annual Limit 100万，可是呢里面有写说 Deductible 10,000块，意思是讲说呢这10,000块呢是不能够 claim 的。打个比方，今天你的医药费是200千，那么呢前面的10,000块啊是要自己掏腰包，或者是别人帮你给了。总之呢，你的账单的头个10,000块呢，保险公司是不会为你承担的。那么接下来的190千呢？保险公司就可以帮你承担。第一个10,000块是没有帮你承担的。那么谁要来帮你承担？就好像刚才所讲的啦，你自己出钱，或者是呢你有其他的医药卡，或者是你做工的地方的老板有买医疗保障给你。那么呢，有些公司的医药卡的 deductible 是 per policy year， 也就是说保单年里面头10,000块是不能够 claim 的啦。如果它的 deductible 是10,000啦，如果它的 deductible 是30千，那么就头30千不能够 claim 咯。有些医药卡可以让你选 deductible 5,000 10,000 20千、30千，甚至50千都有的。当然 deductible 的数额越高，你的保费就会稍微便宜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那一个数额，保险公司是不会帮你承担的。当你的 deductible 越高，打个比方50千的话呢，也就是讲说你一整年里面，不管你的账单是多少钱，头50千是不能够 claim 的。也就是讲如果你的 deductible 是50千的话啦，你进院，如果你的 bill你的账单是低于50千的话呢，那么恭喜你自己掏腰包，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张医药卡帮你付。这一张有 deductible 50千的医药卡呢，是不会帮你承担头50千的。那么 deductible 又跟 core insurance 还有 core payment 有什么分别呢？刚刚我们有了解到，如果你的 deductible per policy year 是50千，你的账单50千以内的都是要自己付。50千以上的话呢，后面那个数额呢，保险公司帮你付。可是我们都知道 deductible 如果是 per policy year 的话，如果你是一整年里面呢，第一个月你已经搞定了你的那个50千，也就是讲说，打个比方你住院，你的账单是50千，你要自己承担，对不对？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张医药卡帮你承担。那么你接下来住院的话呢，保险公司就会帮你承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头50千，你的 deductible 的那个数额，你已经是过了那个门槛。Core Insurance 跟 Core Payment 呢，不同的地方是在呢，有些保险公司呢，它的 Core Insurance 或者是 Core Payment 每一次住院呢，都要给300块。打个比方，如果有这样子的医药卡的话呢，你每一次要住院呢，你都自己要付300块，不管你的账单是多少钱。当然，如果你的账单是低于300块的，就要自己付咯。但是有些保险公司呢，它有 capping 的。打个比方，这个 core insurance 每一次300块，一年里面呢，最多你只需要付3000块。也就是讲说，如果你进10次医院，自己要承担300块的账单，每一次 admission 的话呢，10次就3000块搞定了咯。第11次进去的时候，你就不用付任何的 core insurance。有些保险公司的医药卡呢，它的 core payment 是在你发生一些事情过后才会有的。打个比方，你买的医药卡的病房是200块的，
但是你去到那间医院，你自己要住300块的病房，因为你觉得300块的病房比较美啊，所以你要住300块的病房。超过你原本可以住的病房的这个限额呢，可能你就会中一个 co-payment。打个比方，有些公司旧的医药卡呢，如果你是住超过你的医药卡病房的这个数额呢，你就会中整个账单的28%。打个比方，你的 bill 是20千，28%呢就要自己付4000块。但是呢，好在有些公司是把它 capping 在1000块咯，所以你住超过你病房的数额的话呢，你要给28% of total bill， 但是呢，最多也是1000块。所以 deductible 跟 co-insurance 跟 co-payment 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险公司不需要承担你这么多的医药费。也就是讲说，如果今天你的医药卡是有 deductible、co-insurance 或者是有 co-payment 在前面的那么呢，这个保费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compared to 没有 deductible、没有 co-insurance。如果你的 co-payment 是在后面，也就是讲说有发生一些事情才有 co-payment 的话呢，其实那个没有太大的影响啦。那么为什么最近 deductible 的医药卡才比较 hot 比较出名呢？原因是因为你们大家都有医药卡了，可能是以前买下来的那个 limit 没有这么高。你看到另外一间公司，哇，那个 limit 很高，你想要买，但是保费你又觉得很贵。所以呢，你可以买另外一间保险公司的医药卡，有 deductible 的，也就是讲说，你把 deductible 放得最高，打个比方30千，你自己的医药卡可能一年的 limit 有100千，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医药费呢，如果是超过100千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 first 30千呢，你自己现在的医药卡承担。超过那个数额的话呢，你可以 claim 另外一张医药卡，可能有1个 million 还是2个 million， 还有3个 million 的来承担。所以 deductible 在现在的马来西亚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行业里面都是蛮出名的，几乎每一家公司都有 deductible 的这个医药卡在他们的 plan 里面。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 video 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人的话呢，就请你按 like、分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不要忘记去 like 一下我的 Facebook page， 因为我会在不定时的时候呢放上重要的保险资料。谢谢收看。